這可能是天津五大道最地獄的一幕。2座洋樓其中的一座是伪滿洲國領事館，也就是溥儀當伪滿皇帝時租下的辦事處，與他一牆之隔的便是東陵大盜孫殿英的故居。這2家竟然能當鄰居，就不怕打到鸡飞狗跳嗎？而且我還發現孫殿英故居的门外掛着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一個民國建築能評國寶，難道是按照反清貢獻評的嗎？其實隔壁也是國宝，他們是和五大道建築群捆綁到一起評的國宝，这就合理多了。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天津的孫殿英舊居啊，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剛才道上有好多人問我說，你是不是朝鮮族？你是不是從韓國來的？其實這不是咱們正宗的中國的漢服嗎？正宗的明制圆領袍，明制的帽子，好多人的想法都沒有變過来。漢服復興這件事任重道遠，就靠我們大伙兒一點一點來努力啊！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話不多說，咱們就来一起逛逛這兒。我是在2025年11月去的這邊，當時正是看銀杏的季節。伪滿洲國領事館院子裡恰好就有一棵銀杏，可惜鎖着門，不能進去細看。然後我們来盘一盤這2座洋樓的前世今生。其實這個伪滿洲國領事館，它還另有一個身份，叫做顏惠慶故居。雇主便是中華民國政府總理、中華民國驻美國公使以及天津大陸銀行董事長顏惠慶。在9·18事變之後，因為政府對顏惠慶另有任命，所以他的這座房子就被轉給了大連永源輪船公司經理李學夢。與此同時，溥儀於1932年與日本簽訂了日滿議定書，成立了伪滿洲國。這個日滿議定書的內容包括日本要用自己的軍隊幫溥儀守衛他的偽滿洲國，並協助管理陸權、礦權、國防、治安等多個方面。那麼日本在入侵中國的時候，別人支不支持放在一邊，伪滿洲國這邊鐵定是支持的。日本打下的漢人領土越多，反對偽滿的力量就越少，溥儀这個皇帝就越權威。他們雙方的利益本身也是高度一致的。在當伪滿皇帝之前，溥儀在天津當了7年御公，但上位之後他就再也沒在天津了，只是在1943年派來了一些工作人员，以每個月3000元的價格從前邊提到的李學夢的手裡租下了這座洋樓充當辦事處。但1945年也就不再租了，因為日本侵略者都已經被打敗了，連溥儀都被蘇聯人抓住了，還辦什麼事兒啊？那麼如此說來，這些人和孫殿英沒起衝突也是比較合理的，因為真正利益相關的人沒在這兒，工作人員都是打工的，一個月幾十塊大洋玩什麼命啊？當然了，兩邊不起衝突的原因絕不僅限於此，答案的另一半就在隔壁孫殿英的身上。孫殿英是河南永城人，早年間效聚山林，之後被國軍改編，成為了國軍的將領。中途幹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盜取清東陵。當然了，人不能平白無故去盜墓，都是窮拿的。但是孫殿英不是老蔣的嫡系，所以軍饷根本就发放不到位。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沒錢，不過是吃穿差一點，但亂世軍閥如果沒錢了，那可就危險了。手下那些人來當兵就是為了吃糧來的，有糧任你是個長官，如果要是沒糧了，那逃亡都是輕的，說不定都得要你的命。承平日久的现代牛馬不一定能想到這一點，但孫殿英必然想得到，總這麼下去肯定不行，所以趕緊去盜墓換錢。1928年，孫殿英以軍事演習名義將東陵區域封鎖了起來，並打跑了附近的馬夫田部。然後他們又找來了當地的石匠，並在石匠的引導下找到了地宮的入口，然後連挖帶炸，接連弄了好幾天，總算是炸開了老慈禧的墳墓，然後把裡邊的財物洗劫一空。之後孫殿英又帶着手下去到乾隆的御陵，也是依法炮製，把地宮入口炸開，然後洗劫裡邊的財物。同時他們聽說順治帝去五台山當僧人了，地宮什麼都沒有，就繞開了順治帝陵，直奔康熙帝陵。結果折騰一輪，反而把地下水給弄漏了，最後沒到成。康熙陵墓漏水這件事是由來已久，雍正元年就已經開始漏了。孫殿英這一通炸，大大加劇了他的漏水進程。最後在上世紀40、50年代，又一波盜墓人來到景陵，這次是徹底弄壞了，把整個康熙墓都給淹了。
直到現在康熙景陵還一直泡着呢，差不多得泡了70、80年了。頭些日子傳康熙和洪承畴的父子緋聞的時候，他們那些後人還安排媒体发通稿辟謠來着，這不花錢能行嗎？有這個辟謠的錢，能不能先打給考古專家，讓他們給地宮的水解決一下？我就不明白了，這上立文保，下立和洪承畴對比 DNA 的好事兒，怎麼就推行不下去呢？而在盜取完清东陵之後，孫殿英可是大賺特賺，盆滿缽滿了。他不僅解決了軍饷問題，還用這些寶物賄賂南京國民政府的人。根據溥儀《我的前半生》記載，連慈禧凤冠上的珠子都被安到宋美齡的鞋上去了，所以就沒人治他的罪了。而眼前的這座舊居就是孫殿英在1930年蓋的，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這裡就是他銷赃的地方。按照時間線來計算，此時隔壁住的還是李學孟呢，两人井水不犯河水，也不會有太多的交集。然後讓我們把時間快進到1943年，這會兒偽滿政府已經把隔壁的房子租下來了，但此時的孫殿英在堅持抗日多年之後，不幸兵敗被俘，成為了日軍手下的偽軍頭子。在此之後，现有的資料就分了叉，有的說孫殿英從此便開始幫助日本人剿滅抗日武裝力量，也有的資料說孫殿英給日本人辦事是表面積極，實際上各種配合八路軍，又通風報信又送東西，打仗也是出工不出力，有時候還故意給八路軍讓路。後一個說法大概率是真的，一來是因為孫殿英在解放戰爭中被俘之後，確實是得到了優待，而且待遇高於功德林的老幾位，如果前面沒點交情，也不能無緣無故就抬高他。二是因為孫殿英不缺心眼兒，就他這輩子給自己換了多少領導啊，俩吕布加一塊也趕不上他，所以他必然是個生存能力拉滿的，也很會審時度勢的人。何況當時的日本人已經是強弩之末了，除了那些手上沾滿鮮血實在沒有退路的漢奸之外，誰沒事還真給他們賣命啊？反正無論如何，此時的孫殿英已經和偽滿溥儀是一個陣營的了，所以雙方就算是當了鄰居也是打不起來的。我早在2023年夏天去五大道拍視頻的時候就發現這對地獄鄰居了，如今再去拍視頻時發現了一個不同點，那就是孫殿英故居已經對外開放參觀了，票價是10塊錢，現場展示了很多清代的文物，不知是不是從清东陵挖出來的，其中還包括一件清代的衣服，它和明代衣服的對比是非常明顯的，相信多數人都不會認錯。然後我們再往裡走，就看到了一個換裝新體驗的廣告牌子，58元一位，主要是針對女性客戶的，海報畫上就是女性。然後我往深處走了走，發現現場給預備的衣服也是女性為主，幾乎都是各種旗袍女裝，男裝不是沒有，其中有一套普通的民國男裝，還有一套國民党軍服，此外就沒了。其實景区的此類項目一般都是賺女人錢為主的，主要是他們沒能把握住男人的消費偏好。要讓我設計，這就得和清东陵直接聯動，讓男玩家扮成國軍士兵，再安排一個工作人員扮成孫殿英，每天上午下午各帶2批人下墓，沿途給你講解歷史始末，一邊在牆上投影，投出炸藥、暗箭、毒煙、流沙等各種特效，盡頭再給放一口大棺材，裡邊放一個假慈禧，以及一大堆塑料金銀珠寶，讓大家往懷裡自己揣，成本直接從門票上找齊。如果玩家愿意多花錢，就讓他們扮成孫殿英本人，讓解說员扮成谭文江，和其他玩家一起將他尊稱為大帥，大家鞍前馬後的忙活，倍兒有面子。最後玩家也玩爽了，景区也賺錢了，賣塑料金银珠寶的也樂了，大家都歡喜。除了換裝項目之外，孫殿英故居的內部也並沒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看点。我們最多能看出孫殿英故居上下一共有3層樓，現場的陈設是按照民國的風格復原的，除了門口有清代文物之外，其餘的展品都是年代不詳的工艺品，但也仅此而已了。至此我們就逛完了孙殿英故居，我們今天的旅途也終告結束。縱觀孫殿英的一生，想找出來幾個能誇的點也不是很容易，最多是誇一句懂事兒，他知道到什麼山頭就得唱什麼歌。而最廣為人知的挖墳掘墓這種事兒，
從來就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兒。可偏偏在于，因為他挖的是清東陵，所以他在互聯網上已經被抬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所以會被抬這麼高，完全就是因為他對立面的那些遺老遺少已經把相當多的老百姓給惡心壞了，所以大家就玩魔法對轟唄。只能說幸虧目前還有個互聯網能讓大家口頭對轟，如果沒有這個對轟的替代戰場，那人們會用什麼對轟可就難說了。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